这是我的第一次转世，没想到居然变成了一条小金毛。但让我疑惑的是，我居然记得前世我的妻子和孩子，我想再见见他们，于是就此踏上了寻家的路。我的狗妈妈是一条流浪狗，因为有爱心人士的喂养，日子过得倒也舒坦。但是这天，动物收容所的人发现了我们，并且把我们抓了回去。在笼子的我不甘心就这样困在这里，于是在这个胖子打开笼子时，我趁机逃了出去。我想救出狗妈妈，但身后的胖子也追了上来。狗妈妈见状，让我快跑，跑出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逃脱的我在经过一所学校时，看到了里面的孩子，于是又想起了儿子，这更加让我想要找到他们。但已经转世变成狗狗的我是何其的弱小，想要找到家太困难了。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要活下去。一路奔跑的我又累又饿，好在这时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发现了我。此后靠着乞讨，我们互相的温暖着。但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，老奶奶就因病去世了，于是我又成了流浪狗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只大黑狗出现在我面前，它教会了我如何乞讨食物，如何生存。但我脑海中的妻子却越来越清晰。就这样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长大了很多。这天在店里，我们遇到了一个狗贩子，他故意踩到大黑的尾巴，我直接冲上去咬住他的裤腿。老板这时赶忙出来制止，以胜利者姿态的我却不知道一场危险正悄悄地接近。我脑海中对前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。这天，我突然记起了家中的电话号码，我忍住兴奋拨了过去。当我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我想告诉他我好想你，但千言万语，现在的我也无法言表。回家的欲望越来越强烈，而大黑也看出了我的渴望，他鼓励我去做你想做的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追过去，想和他好好道别，但哪知道一个绳子突然套在我的脖子上。原来是那天的狗贩子，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实验室，把我绑住，并且用一支不知什么的液体滴入我的眼睛。我害怕极了，但就在这时，大黑直接破窗而入，扑倒了坏人，还把实验室的所有动物都放了出来。不知我俩跑了多久，大黑突然躺下说要休息。此时我才注意到大黑中枪了，原来他忍受着疼痛，把我带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我看着他，心疼极了。大黑临走前告诉我，他的前世是店老板的弟弟，就是墙上挂着的照片。他鼓励我去寻找我的家人，还让我别伤心，说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再见的。我带着悲伤，一个人继续踏上寻家的路，经过了不知多少地方，走了不知多久，终于我看到了我生前的城市。凭着仅存的记忆，我奔向了儿子的学校，但恰好遇到来接儿子的妻子。但我不知道，在他们面前的我已经是一条狗狗了。我看着前世的妻儿，迫不及待地奔向他们，但我忽然意识到，我早已不是前世的我。于是我改变了策略，用委屈的小眼神看着儿子，想让他们带我回去。但妻子还是带着儿子开车离开了。可我怎么能够放弃？一路跟着他们，靠着前世仅凭的记忆，我终于回到了家。但妻子并未理会我，于是我在地上打滚，博得他们的好感。终于妻子决定暂时的收养我。经历了一世的重逢，我格外的珍惜现在的时光。他们很喜欢我。有一次和儿子玩游戏时，我故意把玩具藏起来，因为前世的我经常和儿子这样玩耍，但儿子并没有在意。但我没有放弃，前世未完成的爱，我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下去。一天晚上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，我看到他的瞬间想了起来，这不是我的朋友老张吗？在我出事的那天，就是他故意和我在路上并排开车，导致我出车祸。于是愤怒的我直接扑了上去，但不知情的妻子却把我关在了门外。半夜下起了雨，我就这样待在外面，心疼我的儿子，冒雨偷偷把我带了回去。但此时老张还在妻子的房间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切都不再是属于我了。过去终究是过去。这天，我偷偷地藏在了老张的车子上，在他行驶中跳出来咬住他，汽车也撞上了石柱，而我也被摔了出去。就在我以为终于大仇得报了，记忆却忽然变得清晰。原来老张和我是很好的兄弟，那晚是老张和我在对公司的规划上有了分歧，老张赌气先行离开。
我随后追了出去，但在途中一辆卡车出现对面，我来不及躲闪，冲出公路撞在了树上，而老张立刻去救我，但伤势过重的我还是离开人世。他抱着我哭了很久，这时我才意识到我错怪了老张。我忍着疼痛跑到了老张面前，用歉意的眼神看着他。老张这时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他告诉我孩子不见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顾不得自己的伤势，一路狂奔，最终在我的墓地找到了儿子。我知道儿子是过于思念我才会跑来这里，但我已经不能再回到从前，只能紧紧依偎在儿子怀里，给他带来一丝丝温暖。这时妻子也开车赶来，她将儿子抱进车里，回过头想带我一起回去，但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回到从前，也没办法再照顾他们。我知道老张是个好人，我应该放手了，他会代替我更好的照顾他们。我擦去墓碑的积雪，露出了我的名字。这时的妻子也终于明白，原来眼前的狗狗居然就是前世的丈夫，他一直在用另一种方式陪伴着家人。离开他们不知多少天了，我趴在树下，突然一只小松鼠用松子砸向我，并对我说 ：“Hello， 我们又见面了。”不管生命是以何种形式存在，我们都必须要珍惜。也许注定要记得前生才能和你们分享，也许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生活在单纯的动物体内，也许他们就在你的身边。